这一年，美国多家媒体政客高呼美国进入地狱模式，而在美国总能发生只有你想不到，没有美国做不到的事。在21世纪的美国，进京秦王大戏正在上演。在1月6日中午，特朗普出席其支持者的游行，并在白宫前说与群众进行了一场煽动性极强的讲话。他表示，绝不承认败选，我们永不放弃，永不会退让，这个国家受够了，我们不会再容忍。在其反复煽动示威，企图推翻选举结果后，大批特朗普支持者在当天举行了大规模示威游行活动，涌入华盛顿特区，暴力冲击国会大厦。在下午美国国会清点选举人票的时候，示威者高喊占领大楼，停止偷窃，并闯入攻占了国会大厦。现场极度混乱，来不及撤离的国会工作人员和议员被迫蜷缩在椅子底下。期间有一名女性在大厦内中枪身亡，还有一些抗议者闯入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的办公室，砸碎窗户，掀翻桌子。这不就是佩洛西想看的风景线吗？他们的目的达到了，认证大选结果的国会会议被迫暂停。一位共和党议员痛骂这是企图政变。与此同时，特朗普仍然还在社交媒体上摇旗呐喊，仍然坚称自己的选举胜利被恶意剥夺。由于场面过于混乱，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市长紧急下令，当天晚上进行全市宵禁，除市长指定人员及必要工作者外，所有人不得外出。这个场景曾在去年的塞尔维亚、白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等多国上演，现在轮到美国了。而这个骚乱场景震惊世界，多个盟国领导人也纷纷表态。英国首相鲍里斯评论国会山的场景是可耻的，美国在世界各地主张民主，现在却不能和平交接权力。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则表示，正1分钟不落，关注事情动态。北约秘书长严斯·斯托尔滕贝格表示，实在令人震惊。德国外长马斯批评特朗普别再践踏民主了。一个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标榜世界自由民主灯塔的国家，却成为疫情最严重的国家。美国疫情早已失控，目前累计确诊病例2100多万，死亡病例超过36万，称为毒窝都不为过。而选举也造成美国社会前所未有疯狂和大乱，世界正见证一个超级大国的分崩离析。环球时报专访中，山东大学空间天气物理与探测研究中心也和田基清首先澄清了一点：一些报道只强调薪资和职位，让别人误解我们来中国只是为了挣钱，甚至被骂卖国贼。但实际上，在日本真的找不到工作，没有施展才能的机会。他在获博士后学位后，一直都在日本辗转找不到适合岗位，但在山东大学却瞬间开启了科研生涯。与之经历相似的是，云南大学中国西南天文研究所助理教授的岛代隼士也表示，在其研究领域，日本国立大学招聘岗位还不到5-6个，选择太少，只能放眼国外。而科研人员最渴望的就是一个稳定研究的环境、良好的硬件设施，还不用为了科研经费奔波。某双一流高校的日籍教授还提出，中日科研环境有很大差异，一是中国高校教师很多，所以授课任务和事务性工作就少了，能专心搞科研；二是中国导师更独立，自由展开课题，科研经费充足；三是中国有大量学术职位，只要不挑剔就可以继续留在学术界，这是日本和其他很多国家科研人员想都不敢想的待遇。四是日本到现在都局限于发邮件沟通滞后，而中国不一样，沟通顺畅。中国研究室也非常注重团队合作。五是从研发经费投入数据来看，在2018年为19677亿元人民币，而日本科研投入仅为中国的1/7。他表示，我们在这里得到的支持是日本完全不能比的。以前日本科研人员是铁饭碗，但是从2004年后开始削减运营经费，职位加上经费的激烈竞争，搞科研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但这并不代表来中国就能享受安逸，在这同样也面临激烈竞争。以前日本学者目标是去欧美深造，现在中国已在很多领域位居世界前沿，不仅是日本学者，很多其他国家的科研人员都纷纷到中国搞科研。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竞争最激烈的地方，经费充足是建立在有科研成果的基础上，一切都要靠实力说话。对于真心到中国搞科研的，我们当然会敞开怀抱欢迎。如果说2020年是动荡的，那2021年可能是革命性的。中美科技拉锯战将进一步强化，双方加速在人工智能、半导体、物联网、5G、电子商务等方面攻城略地，就看究竟谁主沉浮。当下，全世界只有美国的 B2是真正意义上的远程隐身轰炸机。不过，由于成本过高等诸多问题，美军装备的也不多，这也给了中俄追赶的机会。中国关于隐身轰炸机的项目有轰20，俄罗斯则有 PAK-DA。据了解，轰20最早的概念图是在2018年的航空工业西飞60周年纪念日上首次展出的。同时，宣传片中还展现了鲲鹏、运20、战神、轰6K、飞豹、歼7等飞机的威武气派。影片最后还留下了悬念。一架外
形与美国 B2 轰炸机相似的飞机被遮挡在屏幕下面，并配文 Relax。这2年来，鲲鹏运20、战神轰 6K 都一一问世了，然而轰20却一直都处于一个呼之欲出的状态，仍然没有正式亮相，以致外界对这架战略轰炸机的具体外形一无所知。但在本月的5号，中国空军的官方微博发布了2021年度招飞宣传片，在宣传片结尾，轰20出现了最新的画面，录像中由易烊千玺饰演的飞行员掀开披在轰20上面的幕布，并在背后的金头盔护目镜上一张较为清晰的疑似真机的照片。虽然此次公布的照片轮廓清晰了不少，但因为没有正面展示幕布下神秘飞机的全景，所以我们只能从宣传片上得知，一名戴着飞行头盔的飞行员用他的飞行头盔注视前方，从头盔反射图像这一彩蛋中大致可以判断出飞机的轮廓，尤其是机头部分的亮度，这让我们可以确信这种新型飞机类似于美军 B2 或 B21型飞机的飞翼布局。然而，关于轰20到底会属于什么种类的轰炸机这一问题，其实外界也一直没有一个统一的定论，甚至还有许多人认为轰20只是一种亚音速远程轰炸机。不过话也不能说得太早，现在一切都还不确定，只要我官方不公布有关消息，到底是亚音速还是超音速还不知道。但此次最新的空军代言人着实是抢了轰20的风头，在网上掀起了一片热议。易烊千玺和吴京竟然共同成为了空军的代言人，请明星来代言军队的宣传片有史以来还是头一遭，但这真的合适吗？从目前网络上的反响来看，大家似乎对这一组合还挺接受得来的。其实细想一下，虽然明星这个群体中有不少害群之马，但这次主要是招飞宣传，而主要的宣传对象是新时代的有为青年。对于这样的年轻人来说，空军此次找2位具有正能量的明星，又何乐而不为呢？过去的2020年对中国而言是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最亮眼的成就还是中国打赢了脱贫攻坚战。经历8年艰苦卓绝的奋斗，我国如期完成了脱贫攻坚任务，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这对中国和世界而言都具有里程碑意义。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梦想和期盼就是摆脱贫困，这是首次整体消除绝对贫困现象。这40年来，中国有7.5亿人摆脱贫困，对世界减贫率贡献超过70%，并且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减贫目标。世界银行前行长金庸曾评价中国的扶贫事业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之一。与此同时，有一个国家给予了高度盛赞。据印度报业图拉斯报道，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高度赞赏，在2020年末，占世界1/5人口的中国向世界发出如期完成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的重要宣言。这个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创造了人类脱贫史上的奇迹。他强调，如果世界上有任何一个国家值得我们学习，那就只能是中国。在过去30年里，中国的发展速度瞩目，其发展模式也是最适合巴基斯坦的。事实上，和很多国家一样，巴基斯坦的发展也是搭上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快车。但是像巴基斯坦这样坦言向中国取经的国家却不多，比如世界上贫困人口最多的印度，疫情更是让印度脱贫成果毁于一旦。中国这么好一个模板摆在眼前，却嗤之以鼻，还将民主当成遮羞布，这是从西方学来的毛病。对此，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教授就曾表示，我们提出的一系列包括实现小康脱贫的目标，都反映了源远流长的民本思想，要把消除贫困作为一项核心人权来对待。而西方的做法是把自己界定的所谓民主化作为发展成功的关键所在，这种做法是愚蠢的。中国以民为本的理念纠正了西方人权理论长期存在的一个严重偏差或缺陷，即只重视公民政治权利，而不是民生权利。在这次疫情中，西方的弊端也暴露得太彻底。在应对疫情时，整个西方社会都在谈论民主、自由，就连戴不戴口罩都能扯上价值观，走上街头抗议隔离政策，说是抵抗专制，但其实就是自私而已。就连教皇方济各都指出，西方的制度在疫情大流行中已经失败，需要改革。不过，西方已经为他们的傲慢和偏见付出了惨重代价，也会有越来越多像巴基斯坦这样看清西方国家本质，并努力向中国取经的国家出现。